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这一期来关心东北亚最新的发展，最主要是因为普京呢，他访问了北方四岛，然后掀起了这个日本方面觉得跟俄罗斯之间的一些主权的一些争议。那日本包括了他们的官方表达了很大的一个抗议，那才刚抗议完，日方包括陆方就表态支持俄罗斯。这是中国驻日大使馆他发表了一个说法，是说要捍卫二战胜利之后的一些成果，对日俄有非比寻常的重要意义，而且他坚决反对一切的扭曲跟否定。这样的一个说法被认为是比较是在支持俄罗斯。那另一方面呢，在这一次的普京去北方四岛进行访问，也释放出了一些讯号，包括这个领土问题没得谈了，这个日本方面你也不用去有一些想要去争取什么。那包括了俄罗斯是有能力兼顾东方跟西方两条战线，而对日本呢，则是发出了一个直接的警告。我们可以看到大陆方面，解放军也警告说，如果日本呢是在核问题上面，它持续的玩火，这个话讲得非常的重。那包括这个广岛、长崎的昨天，未必不会是日本的明天。这个提出了相当这个严厉的警告。另一方面，中国跟这个俄罗斯之间的一些合作可以说是越来越密切。现在就是所谓的北极新航线，这个能源贸易跟军事战略都因为这样的一个合作，就是要突破美国方面的一些封锁。目前包括连接中欧俄国的港口定期货柜的航线都已经正式的起航。那航程时间从这个跟这个苏黎世运河来做比较，可以说减少将近一半的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中日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些融冰的一个迹象。最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中战日去这个靖国神社的参拜。目前去靖国神社，日方呢是以小泉进次郎为首，自民党的高层。那高市早苗本人并没有去，他是自费供奉所谓的御串料后，就是一个供奉的一个这个钱是他自费出的，那他自己本身没有去。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日方的这个防卫预算有逐年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这也被陆媒批评是日方的军工扩张，然后加速的再军事化。金钱方面，2027年才包括了这个编列的军事方面的预算是8.9兆的日元，这已经是创新高。那现在预估很可能会突破10兆日元。按照大陆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警告后，是说如果这样的军事策略持续的来扩张来进行发展，很可能会改变日方的安全上的一些策略，增加了东南亚军备竞赛和阵营之间的一个对抗的一个风险。这一方面，我们看最新的一些这个战略上的一些部署，包括了像是钓鱼岛邻近的区域，已经连续6天有确认有出现所谓中国的公务船，这也是对于这个日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警告。那中国海警局是说，这是依法展开的这个维权的巡航的行动，不断的有这个海警船出现在相关的一些海域。再来看看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一些关系，是不是人前手牵手？那人后包括日本跟菲律宾要划清界限。这边看到的是一个空中的航线，就是日本的 E2T， 然后空中预警机跟菲律宾的 FA-50 战机来进行联合的飞行。那他们主要是要建立起一个所谓的空中的一个廊道，一个航线，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这是日本跟菲律宾在人前手牵手的一个状况。那人后相关的一些界限划清，则是针对经济海域。这一样，小马可是针对这个海域的划界，是日本跟菲律宾之间的一个问题，对年内完成相关的一些谈判来表示期待。那而且日菲在5月就已经谈判达成了相关的共识。我们请彬哥。这一次普丁的动作可以说非常非常大，他先是去了库页岛南部，然后接着干脆直接就到了日本所谓的北方四岛。对，那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直接告诉你，日本这就是我俄罗斯的领土，你想都不要想，就是这件事。所以高市对这件事情也非常生气，然后就一直讲说这个是我们的固有领土不能改变，巴拉巴拉。但是问题你讲没有用，没有用，对，因为人家就直接做给你看。而且这次普丁的警告还讲得非常明白，就是长崎广岛的昨日未必不会是你的明日啊！你要想清楚这一点，也就是如果你日本持续朝向
解放核武这一个目标迈进的话，其实他这个说法的意思不排除就是我搞不好对你使用核武。那我觉得这个恫吓的意味非常明显，但是这个恫吓会不会有用呢？我认为以目前高市早苗的态势来看，大概不会有用。日本大概还是往这个方向走。虽然你看这一次高市自己没有去靖国神社参拜，但是他整个内阁几乎都去了。对，所以这个意图非常明白嘛。他自己不去是怕被你拿出来直接拿来讲，可是呢，他的整个内阁都去了，跟他自己去有什么两样？其实就是一样的意思啊。而且他还供奉了玉川料，所以我觉得高市的态势其实并没有软下来，他反而是摆得比以前还要硬。正常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想要展现一个相对软的姿态，他至少他的内阁成员就叫他说啊，你们先不要去，或是派一个比较相对没那么重要的阁员去就好。就是整个内阁几乎都去了。那我觉得高市其实是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告诉你说，我就是要这样干，不然你要怎样？还是在挑衅。而且他叫所有的内阁成员去，代表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我是得到整个自民党的支持的。而这可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哦。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比他单独个人一个人去还要糟。所以我想东亚的纷乱不可避免，因为中俄也是把这个东西看在眼里。是，我想中俄未来一定会加强对这个日本的压制。我觉得恐怕很快中俄之间又要联合演习了，而演习的地点恐怕就是在日本附近。其实俄罗斯现在正在日本海演习哦，他的太平洋舰队正在日本海演习，他就是故意演习给你这个高市看。给日本看。但高市如果持续用更强硬的态度面对的话，然后我想中国大陆这边也会跟俄罗斯联合做出动作，那事情就麻烦了。那至于日本现在看起来好像要跟菲律宾联手，但是日本真的能跟菲律宾联手吗？首先我第一个必须讲的就是菲律宾的强度真的是差太多了，差了一大截。然后这两个国家派个飞机这样稍微巡演一下，就说他们要共同维持印太的自由开放。请问一下，印度有说话吗？印度有说你们讲的是对的吗？请问一下，你怎么去管到印度去的？连美国都已经放弃印太啊，已经把他的印太司令部改成太平洋司令部了。那你们两个国家去跟人家讲印太的自由开放，我觉得是小孩玩大车，你们想的太多了。好，我们请永明老师。这次普丁他亲自到就是这个南千岛群岛哈，那日本把它叫做北方四岛或者叫北方领土，对他们非常重视啊。因为你到北海道的札幌的北海道厅的政府办公室，你就看到那个很长的布条说要归还北方领土。你甚至到就是东京的日本关邸附近总务省，它也有这样子的布条。那我觉得普丁3个原因，第一个领土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这就是俄罗斯的领土。第二个，中俄的立场一致，中俄在整个战后秩序、亚洲的这种就是领土关系以及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立场一致，这个是很强烈的表达。第三个，当然它有一些战略跟经济以及航运的利益在这个里面，因为其实世界经济转向亚洲，然后呢，整个北极洋圈的航运又开始这个增加，所以这里对俄罗斯而言，将来也是一个重要的经营所在，所以他在这里做这一次的表态。那关键当然也是和中国产生就是一致的连结，因为最近大家可能不知道，印尼的海军在我们的东部海岸跟中国大陆海军也做共同的演练。虽然不是作战型演练，但印尼海军到这边来，基本上这个当然就是北京的运作，使得就是东部海域是变成北京认为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而要排挤掉日本跟菲律宾的这个做法。那这个时候俄罗斯来，这是很明显的，也就是大国之间的连结在进行地缘政治上的对抗。而美国这个时候反而角色是在退缩、在减少的。反而是日本顶了前面，小泉纯这个近次郎，他在做大臣的时候，每年8月15号他都去，每一年他都去。去年他做农林水产大臣，那个时候是石破茂内阁的时候，他也去。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大家认为小泉可能是下一个首相的候选人，他也在改变形象。可是呢，你看到他在靖国神社议题是非常强硬，然后他甚至说日本要公开的讨论核武的议题。这个就代表什么？要去改变2次大战之后，他作为侵略国及战败国，而这些战犯甚至在1948年东条英机被绞刑处死之后，到了1978年10月被放到靖国神社，日本的天皇开始就不去了。然后呢，每一个首相开始都比较谨慎。上一次去的首相是2013年10月安倍晋三，结果美国就发了一个声明说失望，因为你造成这个区域的动荡。这次美国没有讲任何的话，但是呢，你也没有看到他表达支持，他也不敢表达支持。那自己也是战胜国，他自己也曾经占领过日本7年，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日本就有一点，我觉得真的搞不清楚自己的处境、实力以及你要对抗的对象。别人已经中俄印尼的一个姿态表现出来，而美国在第一岛链做退守、做转变，而你却顶上去，而且是用最强硬的否认历史的修正主义式的顶上去。我觉得这个如果碰撞会很严重的。是，秦立将军。今天是8月15号。对，8月10号是什么日子呢？是日本投降的日子啊！就是日本资本党很不要脸的，说是终战日，你干嘛玩这种词句上面？你明明就是你投降的那天哈，当初在这个那天你签下的是无条件投降书，所以应该是叫日本投降日。那自民党你不要在那边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说是终战日，但是越是这一天哈，我们看到日本竟然不思他在2次世界大战所犯下的错误、所犯下的罪过哈，不管是2次世界大战期间你对各国的侵略，你都没有去反省，反而在这一天，我们看到他的内阁，日本的内阁大张旗鼓的去祭拜靖国神社，挑衅。所以很明显的，我觉得日本想要恢复军国主义，想要恢复修改他的安保3原则。这种甚至于这个修改它的无核3原则，修改它的安保3文件，这种企图应该是不会变。那周边的国家看出来看不出来？当然看得出来，中国看得出来，俄罗斯也看得出来。所以俄罗斯为什么普京选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去北方四岛哈，其实叫千岛群岛。我将这个千岛群岛，这个日本跟俄罗斯之间的争议概略跟各位叙述一遍。首先我讲这个俄罗斯称之为千岛群岛，它是从北边从勘察加半岛一直到日本的北海道这边一连串的岛屿，总共有56个岛屿哈，然后长度总共有1300公里。那这个岛屿事实上在这个1885年的时候。日俄那时候，俄罗斯因为重点是放在欧洲嘛，那时候有拿破仑在那边这个要打仗，所以他重点放在欧洲。他跟日本这边就签了一个条约哈，叫做日俄和亲的这个示好条约。那时候俄罗斯是把这个整个千岛群岛都认同，都归属给日本哈，而且更严重的是在1905年日俄战争打完之后，因为俄罗斯战败了，日本打赢了，他不但占有千岛群岛，他还占有库页岛的这一半的领土。但是到了1945年哈，2次世界大战在2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日本美军想要登陆日本但是他知道登陆日本会付出很惨重的伤亡代价，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美国就叫俄罗斯要对日宣战。就没想到俄罗斯也很聪明，他选择在这个8月9号这个美军在那边广岛跟长崎丢下2颗核子弹以后，他立刻宣战。宣战完之后他不但拿回他的库页岛，而且还占领了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北方四岛在里面。那北方四岛对俄罗斯有多重要呢？因为它太平洋舰队一定要从这边通过。那北边那边如果冬天结冰的话，它必须这个从这边南边这边不结冻的这个海峡，就卓遮岛就是这次这个普京去的那个岛。卓遮岛那边是不结冰的，它太平洋舰队才可以从这边走，所以我觉得，从日本高市早苗这个动作，还有这个普京的动作，看得出来，普京的态度是绝对不会归还北方四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把镜头带到这一次的美伊的战事哈。目前最新的发展来看到，就是川普有威胁要击败伊朗之后，要宣布荷姆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这是他最新的一个说法。按照川普的说法是说，等他们击败伊朗之后，他很快就会宣布荷姆兹海峡是美国的领土。那基本上他对于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形，就是美国的领土，他们掌握相关的一些封锁线。那伊朗的副外长则是做出了回应，反呛回去，他说过去是伊朗的，现在是伊朗的，将来永远都会在这个伊朗的这个管理跟指挥之下。这个两方针对荷姆兹海峡不断的进行喊话哈。那你要控制荷姆兹海峡，其实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美方的林肯号。可是现在林肯号因为这个船上的出现了一些状况哦，是不是要调离现场，引发了一些新闻上的一些讨论。那现在观察家就有特别提到。林肯号的这些官兵哦，现在相当的疲劳哦，这造成了华府的这些官员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这些挑战。不仅是这个航空母舰上的这些人，他们想要定期这个船要回母港来进行维护。那现在舰上士气啊，因为长期离港，然后没有回家，然后士气上也受到很大的一些影响。现在美伊冲突可以说是歹戏拖棚哦。我们可以看到范斯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是不是在试探风向？这个战略目标呢，之前一直要强调是控制荷姆兹海峡，可是现在是不是要维持美国能源的价格稳定？这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就有特别提到，华府不是都是聚焦在一套这个所谓长期的一个战略哦。那现在德黑兰因为它拥有时间上的一些优势，反而美方没有，所以美国人必须要夺回这样的一个优势，在战略上做出相关一些调整。在这个对伊朗的战争现在的情况是陷入泥沼，在美国方面，它自己本身的经济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美国7月份的零售额数据可以说是疲软了，七月份的这个零售销售额已经月减了这个0.6%，这个是2025年5月以来最大的一个降幅哦。这时显示出来就是美国国内消费出现了一个很明显这个疲软的一个迹象。另一方面，大陆方面是不是也遇到一些经济上面一些问题？这是美方提出的一些警告，他是说，如果一旦各国保护主义升高，那中国的出口引擎失速，不仅呢是中国经济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重创，也可能会引爆新一波全球的经济危机。那只有美国有足够的经济跟制衡制度的能力，可以稳住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是美方的一个说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中美贸易的一些后续的一些发展，主要是大豆哈，因为大豆的确，这个中方向美方买大豆的这个步伐有加快的一个趋势，不过出现了一个问题哈，因为大部分都是国有贸易商来进行主导，那民营企业则是兴趣缺缺哈，因为使得这个中国履约的难度就增加了一些状况。还有就是这个中美投资委员会的卡关哦，川习会后本来达成了一个认为是一个成果，就是美中投资委员会。可是川习会之后到现在，这个美中投资委员会都没有再进行运作，那这个是不是出现一个卡关的情况？我们就持续的来观察。那除了川普跟中方之间有一些贸易上的一些竞争之外，川普跟巴西可以说是越打越烈哈，包括了关税战，现在要采取新的关税措施哈，就是根据巴西政府的表示，美国自己单方面它的这个又采取了一个不合理的所谓的关税措施，那现在就是要用这个25%哦，就单方面提出25%的这样子的一个加征关税的制裁。那巴西非常的不满意，就不忍了，他准备要拿美国像是影音巨头还有农产品来进行开刀。根据相关人士的一个透露后，要有很多的一些反制的一些作为，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影音娱乐产业在当地的营运，在巴西的营运。会暂停对美国药品还有农业专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保护。我们请彬哥。
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已经太强了，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是他们的领土了。你之前要收保护费就已经很瞎了，现在干脆直接说我们要宣布它是我们的领土，你宣布啊！我觉得你就去宣布吧，看看会有什么反应出现。那当然，伊朗也是在说大话，说什么荷姆兹海峡是他们领土。哎，它是海峡，又不是两边都你的，它另一边是阿曼的。对，这也不是你完全南边是阿曼说了算。所以我觉得，当然伊朗会这样讲，就是对川普的一个回应而已嘛。那现在川普会讲到这种地步，其实只在告诉大家一件事：他真的是束手无策，打不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不止弹药短缺，现在连他的军队士气都出严重问题。因为林肯号在那边执勤的时间太久，没有办法回去，也没办法靠港，就造成了他上面官兵其实士气逐渐低落，甚至有人传说都要轻生了。对，那当然现在美方是驳斥，赫格塞斯说根本没这回事，都媒体在乱写。那我就请问一下，他是不是已经超出他应该的执勤的时间？那接替他的航空母舰什么时候会到？美国现在手上到底有多少航空母舰能够经得起这样长时期的轮调？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啊，是，对啊，所以我觉得，与其在那边否认这个状况，不如赫格塞斯汀老师讲，那美国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拿下伊朗啊？如果你做得到，你就去做啊。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考虑脱离这个泥淖呢？那当然，我觉得其实相对来看呢，这一阵子发展下来，我觉得范斯是一个相对务实的人。至少相比于川普的疯狂来说，我觉得他比较务实一点。准备要接班了，要展现。对，我觉得至少看起来他是现在的川普的内阁当中相对一个稳定的力量哦。他经常都是扮演那个说，我们还是赶快务实一点，去考虑一下刹车皮啦。对，现实应该怎么走吧。那希望他能够帮川普政府找出一个办法来，赶快脱身哦，不然是麻烦就大。那现在美国看起来经济状况看起来不妙，那他们现在反过来说。中国这个才危险呢！中国现在内需不佳，然后都靠外出口。那如果出口的话不行的话，那是不是全球经济大危机就出现？然后我觉得这个可不可能会发生？是有可能，因为现在美国带动了一波这个关税贸易壁垒，那中国大陆是可能因为遭遇到这种关税贸易壁垒之后，导致它的出口也下滑，那是有可能引爆新一波经济危机。那可是美国可以脱身吗？我是非常怀疑这一点的，因为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状况，大概是全球大家一起倒霉。我看美国是绝难置身事外，你也不太可能形成什么稳定的力量。是，所以这就是麻烦的所在。川普其实也看出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很期待9月跟习近平的会面。那第一个当然想办法挽救他在国人心目中的一些形象，希望习近平能够带来利多。可是问题是，现在双方还是处在一个悬而未定的状态，而且还互相在做出各种制裁。9月真的能够对川普带来转机吗？其实目前变数还非常大。有没有老师觉得有转机吗？不过美国现在基本上建制派回来了，对，也就是中美的竞争对抗，这是这个世纪到目前为止，接下来可能5到10年真正的大国竞争的主轴不会变。那斗而不破，他们现在努力的方向。那可是也就是说，安全跟政治的因素已经高于市场跟经济跟科技的利益。但是实际上在市场跟企业很多时候他们不买单的，也就是你的指令下去，其实就算中国大陆这边，它的民间企业不一定会说绝对的去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因此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会是一个非常动荡复杂的。那这位外交关系协会的会长，他以前是奥巴马时期的一个就是外贸易谈判代表，是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很懂，他还是用这种过去美国是霸权、世界警察的角度，你做不好，我可以来接手，我可以来拯救。美国现在在拯救吗？美国现在在拯救他自己吧。整个保护主义，然后整个禁止中国商品进入了美国市场，然后呢，这个美国优先，西方优先，所以他不会去拯救，他也不会去提供公共财。然后所谓的生产过剩啊，什么叫生产过剩？大家经常听到西方的媒体在指责中国大陆的产业的生产过剩。我简单一句话，这就是他们对于中国的科技产品太厉害了，
做到成本太低了，而使得西方的产品这个骨牌一样倒下来的一种抱怨。实际上，这根本不是生产过剩。我们如果知道自由贸易的理论，你把饼做大嘛，同时这有市场机制。如果说真的卖不好，他自己会去减少，或者是他自己亏本。那因此不需要你什么这个，还是把你自己当作警察一样说啊，只有我来能够维护。这还是活在过去，跟现在的现实脱节。巴西啊，各位要了解，巴西10月4号要举行总统大选。整个这个过程完完全全就是川普在介入巴西总统大选，因为鲁拉总统他要寻求连任，他是左翼，他常批判川普，可是呢，现在跟他竞争的是川普的好朋友前任的总统波索纳罗的儿子，非常右翼。现在民调的差别大概是45比40，差个5%。但他们是2阶段选举，如果第一阶段没有人获得50%的话，进入到第2阶段10月底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上个月，这个川普要派一个他的好朋友佛罗里达州议会的前议长去巴西，这个人一天到晚的骂鲁拉，那鲁拉说你不要来，不准你来做我驻这个巴西的大使。川普生气啊，生气把巴西驻美国的大使的签证取消，但是你不用走，所以。一天到晚，他就是在介入，所以这一次这个关税就是在介入到巴西的选举，去影响巴西的老百姓、媒体、企业界。你还是跟着我美国才会稳定你的经济。你如果继续投给鲁拉，我就继续制裁你。你觉得这一套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一套其实对巴西影响很大，因为你看之前秘鲁也好，或者是之前像是其他的这些中美洲国家，通通都向右转，都是川普的影响跟介入，他就是玩这一套。那我们就看10月的这一次选举，巴西会不会因此又改变？那可是呢，各位，阿根廷那个总统米莱伊那真的是川普的好朋友，到现在谁在救阿根廷跟米莱伊的经济？是中国大陆，而不是美国。我们请李将军。川普秀了一件事情证明一件事情：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这场仗打到现在，几乎已经快输到脱裤子。结果他居然说这个是他的领土，是他领土，荷姆兹海峡是他领土这个当然了，他现在只有靠这种精神胜利法跟这个嘴炮的方式来挽回一点这种面子可是我想全世界人都看得出来，现在方方面面除了弹药不够。那另外来讲的话，现在最惨的是林肯号上面航母上面的官兵这个号称现在有250天，这个没有办法靠港休假然后有官兵甚至于想说跳海。其实我跟各位讲不要以为这种事是假的。我自己当连长的时候，就有一次，因为连续的这种长期的演习从这个师对抗完了以后营测验，营测验完以后又师对抗。我当步兵连长的时候，就有一天带着阿兵哥行军的时候，经过一条桥的时候，那阿兵哥就嘣跳下去了。还好那个河底下有水也不深，很快把他拉上来但你就知道，人到那种疲劳的时候，他可以说这个精神已经是崩溃。我可以感同身受这个林肯号上面官兵，因为他除了在这上面很狭小的生活空间，那每天要面对的是噪音海水的波浪甚至最严重的，你要知道他不是在这个游艇他在这边是航空母舰上面是准备要作战的，所以他每天有战备上的压力在身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这个官兵确实是250天持续的这种不靠港、不能休假，对官兵生活压力、精神压力是很大。那现在关键是美国有没有航空母舰能够接替？听说现在是要派华盛顿航母号过去接替。那如果华盛顿航母号过去接替的话，南海这边菲律宾就没有靠山了。那美国在整个亚洲地区就没有航空母舰。那我数一下我们就最近这一年的美国航空母舰，我们知道了，我念给各位听你就知道美国现在来讲的话，战力的这种绷紧的有多严重。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尼米兹航母尼米兹航母，对不起6月份要除役了，因为它年限已经到了。
日本2战战败81周年的纪念日，那么过去高市早苗也曾经去靖国神社去祭拜的，但是今年没有现身，这是一个指标吗？很多的形容词说，难道就担心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越更加紧张吗？这一次是由国防外相长小泉进次郎代表，那么日本的自民党高层在他们形容叫中战败日，首度集体去参拜整个靖国神社，所以对于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持续的紧张。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去祭拜之后，也是相隔2年以来再次有现任的防卫大臣在战败日参拜靖国神社。那么石破茂上一届的首相是公开这样表达的，他说日本不能够否认过去对于亚洲国家所作所为，做错就是做错了，战败就战败了。更不能因为时间流逝就淡忘历史，去直面过去是重要的，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重要。那所以当高市早苗你在推动整个日本的国防自主化、军事自主化的情况之下，那么几个象征的意义里头，包括是央视所报道特别提到的这个塔，这个是2战期间日本新建了一座这个8虹抑郁塔，这座塔是日本军国主义炫耀武力的一个象征。告诉大家我们侵略之后得到的胜利，因为呢，这个1789块的食材里头，超过有370块从哪里来？从长城，中国大陆侵华期间从长城抢过来的墙砖作为挡土石，那么明明抢来的，却在塔下的碑文掠夺改成友好祭赠。这个既然的象征，当然在中日的情仇里头仍然没有办法顺利的过去。而俄罗斯跟日本呢，日本才刚刚抗议普京继续在俄罗斯、日本因为北方四岛发生争执的时候，中国的驻日大使吴江浩跟俄罗斯的驻日大使诺兹德列夫共同发表联署的文章，强调捍卫2战胜利的成果，这个立场跟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主张是一致的，支持俄罗斯吗？那么普京也是首次访问了南千群岛，对中国大陆的意味当然也是会被外界很多的解读。分析家认为，普京这次史无前例去访问有争议的南千岛的这个群岛，是代表莫斯科跟北京正在联合采取更广泛的联合行动，去跟日本施压。那么，如果中俄联手的时候，日本可以靠美国吗？来看看最近这个在中日对峙紧张，中国大陆的海警再次的开到了钓鱼台海岸，这个是梅山舰的编队。那么美国呢帮了什么？最近跟川普因为好像达成协议，让日本的货币战想要贬值这个事情赶快停止，所以前阵子不是小小回升了一些吗？结果后来这几天立刻的发展又贬了，怎么又贬下去了？不是美国都帮忙了吗？所以这个有财经媒体在形容，就是说这个是日本的货币战败，也是美国今年第2次战败。那么联合干预汇率，美方过去是这个很少这样做的，这一次是日本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花了几兆的日元，不断的要逐贬，做不到，所以找了美国来帮忙，川普帮忙之后，干预日元的汇率164升到155就最近又回到160的水准。那么暴露美方的国力也不如前了吗？还是这个货币干预其实不如整个市场的？当然美国升息相对的保守鸽派之后，当然就有影响啦。那美国的议员就没有这么轻松面对，他们认为要求川普政府要交代干预日元的依据是什么，还有成本花了多少。帅将军，首先讲高扫描为什么这次没去很简单，你像普丁带了60多条船在北边军演，而且亲自上泽索岛，这就是非常强硬的宣示，四岛的问题是俄罗斯占领，你是战败国。尤其俄罗斯这个行动刚好配合中国大陆，就是说你高扫描从台湾有事到发展军国主义的时候，俄国跟中国联手，就对你发出严重的警告。譬如说俄罗斯的舰队跟中国的舰队联合起来，在日本各个海域里面去巡逻，中国对钓鱼台360天的这个海上这个巡弋，以及东海舰队、南海舰队的演习，是军事上的演习，告诉你，你再走下去你要负责。小泉不算是国防重臣了，因为他将来是高扫描的替罪羊。因为你中日关系再不好下去，第一个下台的是小泉，因为他表现的比高市还要激进。所以这个问题大家看，
普丁在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很神秘的在这边现身。你知道，近100年来，俄罗斯的重点都在欧洲，重欧轻亚。但是现在为什么突然现身亚洲，跟中国大陆做出这么明显的一个行动？因为俄罗斯早年也跟日本打过很多仗，从海军对马海峡被歼灭，旅顺大连打过仗，关东军被俄罗斯打过，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你一个战败国还在那里想恢复军国主义的话，这不是中国跟俄罗斯所能容忍的行为，所以做出来很严厉的谴责。像习近平对高市早苗讲的话很难听，普丁对高市早苗讲话也很难听，讲话不算，还拿出大批的军舰跟飞机在这边给你示威，所以高市早苗现在不得不把身段要放软。所以另外讲台湾海峡的问题，美国打伊朗都没敢摆平呢，他还要跑到这边来，危险不危险？他根本没有办法手伸到这边来，所以医美谋独的阴谋啊，只有靠现在制造些紧张气氛来掩饰。这就是今天你们在看到的汉光演习跟国会预算里面搞这些名堂。大笔的预算花出去，不代表是护身符哎。国防预算很珍贵的，像你们这样糟蹋，海鲲号到现在没敢下水去测试啊。这就是什么？大笔预算变下去了，不断的追加又做不出来，再追加钱到哪里去了？无人机如果大家不慎重去对待，也是这个下场。台湾老百姓对国家队已经快疯了。口罩国家队、疫苗国家队、测试剂国家队、鸡蛋国家队，哪个不是贪腐的根源？所以这个问题，国防部应该站出来讲了。你战略规划是干什么的？对国家作战的长远规划要什么武器？竞品股市是干什么的？中科院你在干什么的？你至少要想出来，我们无人机发展的方向不能像海鲲号那样东拼西凑，到现在没办法。就是做出来也是人家的靶船，因为你没有 fuel cell 的系统，在水底下电池用完了就上来充电，充电就变成靶，被人家打的靶子。所以问题一样啊，无人机做出来性能不能用，被敌人干扰，花了这么多钱你怎么办？你比数量人家比你多，比质地，你今天我宁可去要乌克兰的无人机，要伊朗的无人机做样板。那也比用美国那个被淘汰的无人机好。吴老师，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问题很敏感哦。我先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每年的暑假暑季，日本有2次的大的这个我们讲在这个靖国神社活动。第一个叫御灵祭啊，大概是7月16号左右。这一次我刚好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个，它会挂很多灯笼，那灯笼上面是会有写上死亡亡灵的名字。好，整排呢，你从入口进到靖国神社，它挂满满的灯笼，那是御灵祭哦，大概2天。8月15号是中战纪念日哈，这也是很多政治人物会借此来参拜靖国神社最有名的时间。好，是8月15号中战纪念日，日本中战纪念日。这一次的新闻，小泉进次郎呢是继2025年8月15号之后，他又再次去参拜了靖国神社。他去年是用农林水产大臣，不是防相哦，不是防卫首相的名号，因为他那之前是在石破底下当农林水产大臣，他去参拜靖国神社。但这一次他是用所谓的防相的身份去正式名称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8月15号木原忍之后，再次由国防部，就是我们讲国防最大的官去拜靖国神社。那坦白讲，大家觉得啊，只要高市早苗不要拜就没问题啊，因为这事情首相拜跟国防大臣去拜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注意，我要讲的是小泉进次郎，我们常常叫他小泉，因为他爸爸叫小泉纯一郎。小泉纯一郎在2001年到2006年在任的时候，6年每年都去拜靖国神社，每一年就造成了中日关系非常的低档，非常的谷底。OK， 特别是2001年他一上任就说我要去拜靖国神社，结果呢，中国跟韩国说不可以拜，很生气，就立刻反应出来。小泉就说那我提前2天，我8月13号去拜可不可以？我就不要挑8月15号中战纪念日，因为太敏感了。
但是他拜完之后，他每一年都去，甚至他第6年，他在位第6年的时候，是他挑8月15号那天去，当天，因为他卸任，他不管了 ，I don't care， 他就去拜了。好，你拜了，北京立刻说，当年的我们讲的中日友好这个所谓的这个纪念日中日关系正常化啊，你就不用来了哈。特别是2004年他去拜的时候，2002年9月的这个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他就没有受邀了。所以呢，我觉得小泉进次郎有一点在模仿他爸爸的样子，就是他们在日本的极右社会里面，他想要塑造是一个我的父亲当年担任首相的时候，每一年都去所谓的靖国神社。那我现在担任的都是内阁的大臣，甚至他有在挑战，想要成为下一任的首相的时候，甚至我觉得自民党有条件在栽培他的时候，他的这个意识跟他的爸爸非常像。问题是2001年到2006年的小泉跟现在的小泉，他的时空背景不一样。当年的中国大陆跟现在中国大陆不一样，当年的中日关系跟现在中日关系也不一样，甚至还有美国的角色也不一样。那未来我要讲的是未来，若我们讲的小泉进次郎真的担任了日本首相，那他过去的根深蒂固，特别他是在横须贺那边长大的，然后他看的都是美军的军舰啊、大炮啊、这个航空母舰啊，他甚至可以跟官兵一起在做浮力挺身。你看他想展现出一个，就是他有这个所谓的肩膀，有这个有力量，他代表的是日本的另外一种新的国力的展现的时候，我倒觉得我们要特别注意小泉进次郎未来在参拜靖国神社，跟他所谓的日本右翼，还有他的这个所谓的是不是军国主义再复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当然了，不要忘记日本国内也会有一个力量会反扑，让他的所谓右翼势力不要那么的高涨。但是就这一次来看，我觉得接下来明年后年小泉进次郎如果他继续担任内阁，那参拜靖国神社不可以等闲视之哈。最后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所谓的领土哈，俄罗斯这次在这个北方四岛的领土，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在挑战这个日本的这个味道，而且他想要告诉日本是乌俄战争乌俄战争你做的太多了哦，他要让日本知道说你不可以再放太多力去帮助这个乌克兰。那他就挑这个北方四岛，他是首度登到那个岛哦。这对日本国内这几天的新闻是非常大的。他们认为说普丁在干什么？我们没有要干嘛？你为什么跑来在我们前面耀武扬威呢？所以我觉得领土的争议是非常危险也非常敏感的。因为高市早苗毕竟是靠着所谓恢复日本的往日荣光这样的角色，所以引起了民意的很多的支持。但问题是，现在民调的数字往下掉，是来自于国内的经济通膨不景气这些问题，所以才会急着找美国帮忙，在这个日币贬值方面去努力。就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是徒劳一场，又回到了这个价位。林老师，我想这个美国一再说中国大陆这个是汇率操纵国，那你现在自己是不是也在帮日本搞汇率操纵啊？日本的经济不振，那日元难怪是那么低嘛，这个就是事实嘛。通常就是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是你明明经济很好，但是呢，你为了出口压低价钱赚更多的，就像台币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还在那边冒充说是1:40，就美国人说对不起啊，你们这个经济发展这个速度应该是1:24，结果我们后来就一路升到1:25，还真被美国人说了差不多。大家一开始都说从40升到30几，对不？台湾出口完蛋了。结果美国说没有完蛋了，一路升到20几，对不对？所以美国是很讨厌你经济还不错，但是呢，你在故意贬低这个汇率。可是日本现在经济确实不好，所以它的这个日元是弱的，这个没办法改哈。那另外我自己做非洲研究，非洲最近最流行的是什么？是很多欧洲国家向非洲国家道歉，就是殖民统治的时候的一些错误的政策，包括掠夺非洲的文物都要还回去现在包括比利时、包括法国、包括英国都有做这些事。所以今天来看日本，你这个还不是殖民你这是侵略侵略，然后拿到的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一个纪念，然后应该把长城这些石头根本就归还。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友好的动作那日本自己好像很希望能够它的领土不要有争议这个包括钓鱼台等等，但它在北方四岛。我们在读书的时候，50年前、40年前，北方四岛那个时候还是苏联时代，都有在谈
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维持了一个所谓的等距外交，跟苏联跟美国之间，所以那时候苏联对他还蛮友好的，而且日本经济很好，苏联还想说会不会还回他4个岛之后，可以协助得到更多日本援助。可是你看最近20-30年，苏联已经解体了，按照道理来讲，这些岛日本应该更有机会，我看是越来越难哦。日本要想想看，他100多年前在俄日战争的时候，或者咱们叫俄陆战争啊，不日陆战争，那个时候他们还把千岛群、库页岛南方都拿下来了。结果现在库页岛南方当然后来就还给俄罗斯，还给苏联了，然后北方四岛也被俄罗斯占领了，到现在都没有机会。你日本如果真要想拿回这些岛，我知道那边的海带不错了哦，海产不错，但是呢，你真要想拿回这些岛，你是不是应该要改善跟莫斯科的关系？否则我觉得是没有机会了。现在看起来你就是站对美国，那你在这个领土争议上面，俄罗斯更不可能会做让步了。接下来看看的是在伊朗战事，随着他这伊朗战事在国际媒体的版面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也代表着川普越来越无力吗？但是他讲的话却越来越有信心。我们来看看川普最新的谈话啊，他说呢，在没有记错的话，是在一个什么军事海军的学校里面他做的演讲，他告诉大家说，在击败伊朗之后，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荷姆兹海峡宣布为美国领土哦，美国领土可以包含荷姆兹海峡哦。那美军目前已经透过海上封锁掌握这一条全球能源的命脉，除非我们愿意，否则没有船能通过。就是说，在这个航运上面，川普才是老大，要通过要听我的。伊朗当然也立刻做出了回应跟反击，他说荷姆兹海峡开放还是关闭，只能由德黑兰决定，不是你川普说了算。当然，就国际的各种法规来讲，川普这个话听起来也是不可思议，但是他就是这么有信心。甚至呢，他还说川普驳斥啊，有关林肯号上面，因为200多天，有超过250天的航行没有靠岸，没有到任何的港口停泊的林肯号，这个航空母舰上面的官兵啊，已经心情低落，健康甚至出现了问题，家属都很担心啊，问舰上的生活条件是不是有问题啊？结果川普居然说没有，9个月部署根本还不够长，应该要更长一点，差得远呢。因为呢，各种的新闻不断的出炉，CNN 报道里面就有说，林肯号有水兵跟美国官兵的说法都说哦，林肯号打击群所属的驱逐舰，有一名水兵呢春季直接落水，是目击者说看到他是用跑步掉到水里面去，海里面去，甚至还把身上所有的救生设施全部脱掉，一心可能就是觉得晒也受不了了哦。这样的做法，后来这一位被获救，送上了陆地去治疗。回到林肯号嘛，不到陆地那么更惨。那之后再以飞机送回，进一步到陆地去治疗，总算是不是让他可以回到陆地上了呢？在海上漂哦，如果在风浪，在这么长的时间，的确是很煎熬的一件事情。那么伊朗呢，现在是单月可以狂产300枚飞弹，对比美国在这个军事武器上面的经常表现的不足，那么表示伊朗呢，疑似动用了飞弹跟无人机，强烈攻击在伊拉克北部城市的一家收容美国军事人员的饭店，直接看起来火力已经越来越恢复元气了吗？那么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则是支持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相信重新施加军事压力可以使德黑兰改变谈判的立场，因为实在谈不出一个结果来。那么伊朗呢，在报道里面各种报道都显示，他们找到了新的方法来恢复飞弹工业，如果能够持续维持每个月生产100到300枚的弹道飞弹这样的速度的话，预计到了2027年初或者年中便可以恢复到战前的军火库水准。那么这个战损相对于美国可没有这么轻松哦。美国的战损被形容是高达1/4的是45架 MQ 死神无人机直接各种的情况坠毁啦、损坏啦哈。那么根据熟知美国的内情的军官透露，美国损失的45架 MQ 死神无人机已经占了整个舰队里面总数的25%，各种不管是被击中还是意外它所坠毁的情况，其实大大的影响的是美国的军力。其中川普虽然说这个跟川习会9月要登场是
非常顺利，而且期待他到访的。目前被形容是不是相对的可能不乐观，或者是有问题呢？那么中国官员就认为说，双方目前在峰会的成果啊，还有整个议程啊、后勤安排上，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讨论。因为实在是川普政府被认为相对的混乱，所有的措施呢又没有办法定板下来哦，所以呢，唯一目前距离讨论的只有削减3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关税而已吗？川协会到底9月还会不会如期登场呢？就在这个时间点呢，美国法院倒是很罕见哦，发回了大疆黑名单这个官司，因为本来在地方的法院是对美方比较有利的，结果呢，现在这个上诉的法院做出了最新裁决，把川普当时啊，就对于美国把大疆创新无人机列为黑名单，限制它甚至可以100%关税等等这个做法呢，法院认为这个是不合法的，发回了地方的这个法院再次的审理，所以把它中国军事企业无人机，他们认为没有被任何的军用啊，为什么要把大疆拿来做这个黑名单？现在看起来有一次翻案的机会。25年以来被说是创了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飙升到了 5.22%， 金价涨，美元贬，长期殖利率飙升，贬值交易卷土重来的情况下，当然是因为联准会啊，联准会本来在川普所任命这位人士上台了之后呢，本来以为预期要的升息，最后都相对的鸽派，那么也再度触发的所谓的贬值的交易。美国内部呈现的是财政赤字恶化，更可能为这种交易各种的资产转移出去的可能性持续的在发生当中。将军，我想我们今天讲这个俄乌战场，美伊战场，美伊战场这个川普讲了说，把荷姆兹海峡变为美国的领土，在其他国家听是不可思议的，你连地面部队都不敢上去，你把荷姆兹海峡当成你的领土，但是在美国老百姓听是，有可能啊，因为2战以后，他的海权主张是全世界所有的海峡、港口、这个航道，他都派了重兵啊，设了基地啊，对不对？但是现在你一讲这个话，我觉得叫做精神胜利法，根本不可能。所以伊朗就根本说，我封锁伊朗巴士海这个霍姆兹海峡，我只要随便打个商船就没人敢走了。你美国要去夺回荷姆兹海峡，你就要派大军登陆伊朗，所以你做不到嘛。而且林肯号这个事件，大家已经觉得很讶异，一个航母在外面待了9个月，你想想，停电，洗衣房也坏了，厕所也坏了。我们当过兵的知道，1个礼拜洗一次澡，你身上那个汗臭味到什么程度，脚臭味到什么程度。官兵在一个密闭的房间，冷气又失效，脚臭、汗臭，什么臭味？你在24小时住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密闭的，航空母舰没有开窗子的，海景窗没有，真的没有阳台，没有阳台，不是我们的游轮，所以太惨了。然后吃呢，我们以前看宣传片的时候，牛排、龙虾、汉堡、冰淇淋、水果、草莓，哇，丰富的很啊。现在什么两片饼皮，所以你怎么再掩盖家属告状，一定都出来。这个倒小事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美国11条航母怎么找不到换班的呢？这个问题大家思考了没有？打伊拉克的时候，最多的可以弄到3条到4条航母，现在2条都找不到人换班，出了什么事？整个你美国的航母的维修都出了问题了。那川普讲，这个不算长，还可以更长，你来试试啊！美国官兵快疯了，你晓得，在荷姆兹海峡外面那个林肯号，船不是站着不动的，有摇晃、上下颠簸，而且常常有无人机预警、导弹过来，你官兵是24小时处在一个战备状况之下。这是高强度的一个压力。我跟你讲，根据2次大战的经验，一个战士如果在战场上经过100天的高强度战争，会发疯的。所以有自杀的，有打架的，有官士兵造反的，跟斗殴啊。
美国的经济从来没有面临这么严苛的考验呢，而且美国投射到海外的能力有这么贫弱，要靠福特号、林肯号在那里苦苦撑啊，好惨，那很惨啊，真的很惨。哎呀，难怪官兵都想不开。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美伊的和平谈判协议呢遥遥无期，但是美中两位习川习会再度登场的9月份，真的现在的看起来进度如何呢？像这个300亿美元的这个关税的削减，有助于双方的会面吗？我们知道说美中接下来要见面了哈，又要见面9月。那9月见面，现在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不管是特使也好啦，那个像贝森特也特别去跟中国说，大豆跟牛肉我们很重视，因为选举到了，其中选举到了，特别是农业州哈，意思要买一点。对于农业州的选民要有交代，比方说你说 Kansas 啊、Missouri 那种产大豆的，那牛肉像德州啦、Louisiana 这种产，Ohio 跟 Nebraska 这种产牛肉的大州。他说共和党的票仓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特别提到这个哈，我要特别讲的是，因为在5月的时候，川普到北京，然后结束之后，他们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嘛，一个投资审议委员会跟贸易委员会。那贸易委员会在这一次扮演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他们特别针对这个双方在关税方面的问题，还有采购问题，他们希望能尽速的达成两边一些的共识。有哪些呢？特别像这几天的新闻8月13号约300亿美元的关税削减计划是让这个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这个关税能削减。那这方面中国就是用采购来回应，就是好，那你让我削减这关税，我就可能会采取一些，比方说大豆或者是牛肉我们可以尽量多买一些。那特别我们讲大豆大概啦，在当年今年在讨论的时候，大概美国希望中国买2500万吨，但是到7月我们知道到今年7月大概就买200万吨而已，那8月有要再多一点点1/10，单月就报了，在中国说我再加买100万吨，看你表现再加买100万吨，所以感觉有要往前冲。牛肉呢，他们希望能到20到30万吨，所以这一次的削减300亿美元的关税，我觉得有一点起色。那最重要的是，我再补充最后一个就是，但是呢，在关税部分，这个小儿包裹免税既然贸易法院通过，就是川普可以对于小儿包裹免税取消掉，这对于中国大陆像 Shein、像 Temu 这些所谓网络电商，接下来利润会受到影响，还有所谓的拆封包装，他们这种小儿拆封包装的税务到美国去会被扣很多税。这一点对于这个我们讲电商竞争跟所谓的美中电商角力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对民生的压力就更高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川普很有信心的说，我们要赢了在伊朗战事里，而且要把荷姆兹海峡列为美国的领土。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不负责任的宣称就是当你连这个伊朗这个本土都没有攻进去的时候，你就宣称这个荷姆兹海峡是你的。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像美国那种对那种很多比较无知的美国人我这才写了一篇文章，讲美国对这个世界地图非常无知的。那同时，就像以前美国那个时候巴拿马要还回去的时候，哇，一堆美国人说那个是我们的，对不起，那个离你好远是你去租的、暂借的然后先搞了一个巴拿马独立之后，把从哥伦比亚割出来，然后让出这块地给你，后来99年之后还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可是现在川普居然去把一个中东的海峡宣称是美国的，你连地缘政治都没有碰到